塔吉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苦展，古称桂山城。这里曾是大渊国的首都，也是张骞出使西域最先到达的地方。中国的葡萄、苜蓿都发源于这里，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的活化石。这一集，雷店长继续探索苦展，寻找跨越1000年的爱恋。这次我是从乌鲁木齐乘坐塔吉克斯坦索蒙航空直飞苦展。从高空俯瞰，巍峨的天山山脉阻挡了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形成降雨，才诞生了希尔河，又孕育出苦展这座城市。一下飞机，简陋的机场并没有阻挡当地人的热情。一位塔吉克斯坦的小哥看我单枪匹马、无依无靠的勇闯苦展，决定载我回到市中心，并帮我寻找酒店。一路上，小哥直言不讳地分享了塔吉克斯坦的现状。It's famous market. Famous, yeah. The name is Amit. Ami. Tajikistan people make money 1 month. How much? 250, 200, 300 US. Chinese traditional clinics and like medicines here. Kind of like small hospitals and clinics. What do you need most from China? Now people like most of our people, Tajik people, students are going abroad like to China and like going study there and coming back working here. This is like really good because like Chinese education is also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best on like high level. 我发现啊，无论是这个塔吉克斯坦，还是我去的那个土库曼斯坦，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喜欢穿这个白衬衣，可见就是他们，对这个白衬衣是有执念啊，就是这是他们的工作服。250 RMB. This one is 320 RMB. 有意思啊，这边的国旗呢是把这个中国的国旗放在第一个啊，这个塔吉克斯坦啊，跟这些外交国家哪个国家关系好？现在雷店长入住了塔吉克斯坦，它第二大城市苦展的这个比较高级的酒店啊。这酒店呢，它的价格呢是人民币240多，你要在国内呢，这个酒店的这个价位不算什么，但是在这边按照这边人的这个水平、收入水平来说，这酒店算是这个比较高级的啊。居然还有一个阳台，哇！这个酒店呢，它的名字叫做这个列宁纳巴德酒店。自从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呢，在1990年呢，它就装修了一次，但是没想到装修完之后呢，到现在呢，它一直是当时这个样子。因为呢，曾经这个城市呢，在苏联时期就叫做列宁纳巴德。以前在这个大渊国这个时代就是能看到当地时的这些建筑呢，都非常的有这种古堡的这种特征。大家看在这个酒店的这个大厅里面，我看到一幅壁画壁画上呢画的就是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当年的这些情景当时那个设立这个苦展这个门户呢，就是为了征收丝绸之路当时商队的一些税务增加这个税收，所以说呢，苦展呢成为了这个整个大渊国的一个门户。因为这个苏特人呢是操这个波斯语的，信奉这个拜火教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壁画上还看到了这个骑着大象的人也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南亚呀以及这个曾经中国的中原呢包括丝绸之路上的曾经的大象呢，也是交通工具。我身后这个呢，就是苦展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古老的剧院距今已经有100年的一个历史了。在1929年，塔吉克斯坦呢从乌兹别克斯坦呢这国家呢独立出来之后呢，尤其是在1940年呢，俄罗斯呢号召塔吉克斯坦的一些喜欢艺术和文学的青年呢，他们去莫斯科留学，后来带回来了文学、芭蕾、戏剧这些表现形式让这个塔吉克斯坦这个艺术呢跳脱出了自己民族的一些东西呢，慢慢的去兼容这个世界。哎呀，我来尝尝这什么味儿非常好，味道特别的好。你要说苦展呢，还有什么古迹呢？就是我身后这个10世纪的一个堡垒。这个堡垒呢，在它这个最辉煌的时候呢，曾经有7座城门绵延6公里长。据说呢，当年呢，亚历山大大帝呢，曾经在这个地方呢安营扎寨。但是在1997年的时候呢，当时那个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些反叛的一些叛军呢，也在这里开过火。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至今还是一个一半博物馆一半可以拍照，一半呢是这个考古的现场。
但是呢，从这个角度看呢，跟这个西瓦古城的外观呢还是有点像的啊。他们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呢叫做塔袍，就塔吉克斯坦的这种袍子啊，它是用这个金线绣出来的工艺品。如果给这个友人呢送塔袍呢，就意味着对他的这种学者的身份呀，或者是一个文学上的一个造诣啊，表示肯定。我觉得他们这个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特别清闲啊，在一起聊天啊，玩手机啊，我感觉就是他们这国家就是不卷不内卷。这博物馆应该是这个分配的工作吧。This 150 Somali. It's a dollar? 150. Yes. This is a handmade. Handmade 啊。Yes. This one exclusive collection. This no. This one. Only one. Only one. Yes. Only one 啊。这衣服感觉很有这个庆典的感觉啊！哇，一下子风格变了啊，变成了一个绿的。Size is okay。这是一个黑的啊。我觉得黑帽子虽然当地人都戴这个黑帽子，但我觉得戴着黑帽子会显得人感觉非常的古老，就戴一个这种花帽子。Tajikistan 啊。This dress name? This Chapang. Chapang. Yes. Chapang, but hard name. Turkey. Oh, Turkey. Chapang. Oh, Chapang. This language is Barsky? No. No. Russian and Tajik, it's a bit same, Cyrillic, Oh. but some alphabets it's another. Ah, yes. Yeah. 这边看啊，这个古城墙遗址呢，这一段呢就是苦展，它真实的这个古城墙的样子啊，就土夯出来的。当然在丝绸之路上或者是中国西部呢，很多地方都是这种土的。我现在来到这个塔吉克斯坦，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这个苦展呢，还有都上别呢，跟这个帕米尔高原是两回事儿。因为苦展呢，它古代的时候到现在呢，一直是这个富尔干纳盆地啊，这地方主要呢。的人种呢，早期呢它是这个塞种人，后来呢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他东征之后呢，在这里打了一仗，也就是刚好是在这个古城的废墟这地方打了一仗之后呢，把这个地方呢变为了极东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居所。张骞出使西域呢，他最早呢来到的就是大渊国，大渊国的这个中心核心地带呢，就是在现在这个苦展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其实呢生产什么苜蓿啊、葡萄呀、麦子呀，还有汗血宝马。但是当地人呢，听说这个汉朝呢非常的富有，所以说呢就派了这个翻译人员保安呢一起带着这个张骞呢又去了这个康居国，就是现在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这些地方。酷热的阳光让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这些具有苦展特色的民居里，似乎有人在生活。走近一看，原来是织地毯的女工在忙碌着。在这个贫困的国家，很多人依然靠原始手工业生存。我刚才问他这个需要多久做好，他说2个月做好了，那2个月还是挺快的。您做了多少年的地毯了？ Мы маленькие были. 小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啊。你这一块地毯要做多久？ 2 месяца. У нас один получается 2. Если год еще большие. 您的孩子也做地毯吗？你有没有教过学生？ Нет, у меня сыновья. Почему? Не хотят сейчас сидеть, коври делать. Не хотят. 您今年有多少岁了？ Мне 61. Внуки, правнуки мне уже. Второй готовится, скоро рожается. 他要请我喝茶。他要给我倒水，非常感谢他。外面真的是都50度了，他们只能吹电扇。 Assalamu alaikum, как по-вашему?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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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This думбла or равап? Музыкальный, да, рубоб. Равап. Музыкальный инструмент. Это рубоб кашгарский, а это рубоб таджикский. Только маленький говорит. Такой вот. Уйгурский. Там кашгарцы тоже играют. Кашкар. Да, вот. Ateşimde bağlayımça,
这个师傅居然从这个缸里面，就是冰镇的冰镇来了一个瓜，瓜要请我吃啊。由于实在太热，大叔又遇到我这样的知音，于是请我吃瓜。我本来不是个吃货，但这瓜也太好吃了，吃的我根本停不下来。你做乐器有多少年了？42年了啊！你一共会做多少种乐器啊？我去вида. 你刚才唱了一首那个喀什噶尔的歌曲，是怎么学的？ Когда маленький был, я по радио слушал. 他是小的时候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啊。Коршонда фамилия. Dilimo pyar nami aoi gachashmimo pyar. 拜拜。OK， 我们就跟这个师傅就说再见了啊。就这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啊，还很漂亮 ，You are beautiful。谢谢。Really beautiful， 真的是不太一样啊。因为刚才说为什么拍她，后来我就解释，因为你非常漂亮。一会儿他就这句话让他就一下自信了，因为其他的女人都是带盖头的。那我们就让他秀一段啊，因为他本来就这边的工作人员啊。OK。This kind of dolls are only in the merchants' houses because it was for showing our respect to the men who lived here. And when you are coming in, you will show your respect. In the ancient time, our merchants traveled by the Silk Road. Sleeping outside. Yes, Yes. This is for sleeping, for sitting here. In our culture, we sit outside and in the evening, in the summer, spring, and sometimes in the September months. Well, this part is for the men's. For the men, and that part is for women. Woman 啊 ，this man or woman 啊，这间房子是男士住的，这边是女士的。哦 ，woman living here。哦 ，different 啊。Because in the ancient time, our women closed their faces from strange men who they didn't know, and women. This is living room. Oh. This is living room for the woman. Because men sit in that part of house. And this was a room where men and women, children all sit in one room. 700 years. 700 years. Oh. 700. OK。刘洋给大家说，本来呢，他呢不想让我拍他，他说他难为情，而且呢，当地风俗就是这样子。后来我说你太漂亮了啊，后来他觉得他一下子精神起来，支棱起来了，然后就敢于面对镜头了。Door knockers. It was for the woman, and this for the woman, and this for the man. 这个扣像男人啊，然后呢，这个扣像 look like woman 啊，哇，可以的。Man for man and woman for woman. 看来这个今天开小灶了啊，因为呢，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向导说话呢比较真诚，因为他们见了外人都会很戒备啊，然后我就说我对这很感兴趣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外观是个清真寺，里面呢是一个很华丽的这么一个建筑啊，这本来是正门啊。So from Iran. Yeah, from Iran we had just the same history because of in the 6th and 4th centuries BC, Sagd and Bactria were Sagd. Just we are located in Sagd region, so Sagd territories belong to Achaemenid Empire, Persian Empire.
So we were in the one big state. Oh, yes. But these places are rebuilt. Rebuilt. It was built during 6 years. You are a teacher? Yeah, I'm a teacher. Oh, I'm an look English like teacher. it's beautiful teacher. Thank you very much. English is beautiful and people beautiful. Are you from? I'm from China, Shanghai. But you're speaking perfectly. I know some Chinese that you cannot understand their English. That's why they are here. Oh, I know you. Yeah. Yeah, tomorrow night Yes. in the yes. wedding ceremony. Yes, dance. We will together dance. Yes. Yes. China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were the same in the same state, yeah? Yeah. But China is still in Socialist Republic, yes? Oh. Yeah. This is the whole history of Tajikistan as a former Soviet republic. You see, this is Kremlin because we are friends with China for many years. Wow. That's why. 哇，这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居然给我指出了一个细节，说这边的这个清真寺的壁画里面中间是总统，没错吧？但是周围的浮雕上还画了好多这个兄弟国家的一些地标。他说那边那个就是长城，我们看一下是长城什么样子啊？哦 ，yes， 长城。这边又要举行婚礼了，所以各种美丽的伴娘已经排成队了，就在这地方排的队，挤得满满当当的，就在这个地方。嗨 ，hello。所以他们，而且就是外面特别热，但是他们一个个就是这个应该妆也不是很浓，但是就一个就皮肤非常好，估计就是从伴娘里面精挑细选的，一定要撑面子啊。今天这个伴郎，今天这个新郎我看个子挺高的啊。你们为什么喜欢留长头发？ Нам таки нравится. 然后你看我都全都害羞了。傍晚，在一位当地粉丝的邀请下，我要赶赴一场苦展人的婚礼。没想到打不到车的我，又受到了当地人的帮助。For you， 哇，这个他才15啊！对他帮我叫了个车之后呢，我呢来付款，而且这边打车也就10几，非常的少，我觉得也就不到1美元就能达到。我发现这个塔吉克斯坦的人哦，真的挺热情的。哎呀，ciao，Thank you very much. so much. Bye bye. 这场婚礼虽然不是富裕人家的婚礼，但苦展人始终保持了一个习俗，就是结婚一定要父母包办，新娘也必须是处女。结婚当天也是相亲的好日子，所以父母都会带着自己的漂亮女儿来，对到场的男嘉宾异常的客气。那个新娘已经在鞠躬了，需要鞠躬。这个画的非常西式啊，他们那个司仪也是很帅的那种打扮，今天美女特别多。然后呢，新娘这个妈妈家里人呢就要在那边就是讲2句话啊，搬上来一个由这个新郎新婚礼上的老人都很慈爱，年轻人充满了热情与朝气。在这个国家看不到厌弃，每个人都对生活抱以希望。这时，一位歌手用酷似宝莱坞电影般的嗓音出来献歌，女儿与母亲相拥，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舞蹈时间到了，似乎新郎家和新娘家的人也玩不到一起，直到我的出现才打破僵局。我这充满天朝风情的舞步吸引了一位塔吉克雄鹰的注意，他要和我出来决斗，哦，不是斗舞。这位雄鹰也是到场男嘉宾里个子最高的，而且他要依靠这支舞蹈成功吸引到在场姑娘的芳心，并得到未来丈母娘的肯定。
没想到3圈4圈下来，音乐根本停不下来。这位雄鹰从最初的摆出高难度动作，到最后和我惺惺相惜、情不自已，发生了质的转变。在中亚有一个习俗，如果谁的舞跳得好，就会把腰带系到谁的身上，表示对对手的肯定。此时，这场舞会似乎是我们2个人的世界，其他人都是小透明。跳了1个小时后，我累到不行，衣服全湿透了，他却非要拉着我再跳1轮，所以我还是将舞王让位于他。不然这位雄鹰只和我操练怎么行？其他雄鹰也要共同成长的嘛。苦展这座丝绸之路上的活化石，在这里我邂逅了无尽的友善与温暖。当地人帮助我解决住宿与乘车的难题，无数的欢迎与邀请也早已司空见惯。古神中留存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印记，诉说着大渊的辉煌。我深知，在这漫长的丝路上，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那份跨越时空的相互学习、友好与包容。这不仅是这片土地的魅力所在，更是丝绸之路永恒的精神传承，让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都能沐浴在爱与理解的光辉之中，感悟生命与美好的辽阔。告别了苦展，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1300年前，玄奘取经路过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而这个曾经用来赶集的小村庄，如今正在逐步打造成中亚崭新的大都市。下一集，李店长走进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去感受这座在高山中崛起的未来之城。